今年的9月8日，英国白金汉宫宣布了女王逝世的消息，而不久之后，各家媒体纷纷用斗大的标题报道了伦敦桥倒塌了，伦敦桥行动正式启动。这个伦敦桥行动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代号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伦敦桥行动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今年的9月，在位长达70年的英国女王因病离世，享其寿96岁。而在女王过世的消息被证实之后，各大媒体就以伦敦桥倒塌了作为头版标题，并且报道在女王离世后，王室成员和政府将会依照伦敦桥行动的规划，安排国内外的事务，直到国葬典礼结束。那虽然女王过世的消息到现在已经隔一段时间了，但我们研究完资料后觉得，伦敦桥行动还是有蛮多有趣的内容可以分享。所以今天我们会一起来聊聊伦敦桥行动到底是什么样的计划？为什么皇室成员的葬礼会需要使用特别代号来表示呢？不过在开始之前呢，先让我们按照惯例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有观众朋友是在帮公司品牌或者是各种机关单位做社群行销的吗？在行销的时候呢，如果要传递一些比较抽象、复杂或是沟通比较专业的讯息，用实拍影片的方式容易有各种限制。那么推荐你呢，这个时候或许可以考虑用动画来解决哦，因为透过解释型动画的视觉转化呢，可以让受众轻松的了解产品的功能或者是服务的价值，而形象动画呢，则是能够用充满想象力、生动有温度的方式传递企业的核心价值，奠定品牌的长期影响力。那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专案，我们的简讯设计团队呢，都能够提供完整的客制流程，从前期的企划到视觉策略、实际执行，我们都会帮忙一条龙的规划，量身打造最适合你的动画素材。而此外，如果你还有其他不论是像是 logo 动画、频道片头，或者是任何动态制作的相关需求，也都欢迎来信洽询哦。伦敦桥行动的名称跟内容原本其实是国家机密哦，但是在2017年英国媒体《卫报》和2021年美国媒体 Political 陆续将伦敦桥行动的资料公诸于世，一般大众才得以知道这个秘密。根据报道，伦敦桥行动是为了确保女王在离世之后，后事能够顺利的进行，国家也不会出现混乱的计划，包含了国葬的安排、各个政府单位的应变等等，都有很详细的规划。而在计划之中，大部分的关键内容都是由女王自己在生前就决定好的，而其他部分呢，交由相关的机构跟大臣来处理。有的部分则是在女王过世之后，由继位者查尔斯3世为女王做出决定。那其实早在1960年代，也就是女王才30、40岁的时候呢，伦敦桥行动的第一代版本就已经拟定好了。而过去这60年之间，计划不只经过多次的预演还有排练，也随着时代变化不断调整，直到今年女王离世之后，伦敦桥行动才正式启动。今年的9月8日，当守在女王身边的家人还有医生确认女王离世之后，伦敦桥行动就正式展开了。第一时间，女王的私人秘书成为第一位知道这项消息的官员。他的首要任务就是与英国首相联络，并以伦敦桥倒塌了这个代号告知首相女王离世的噩耗。首相得知之后呢，英国的外交部也会马上将这个消息通知其他大英国协当中以女王为国家元首的成员国，像是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等等的国家。那等到这些国家都接获消息之后，王室才正式的发布新闻稿，告诉国民还有全世界女王已经离世的消息。而女王离世的当天，在伦敦桥行动当中有一个叫做 D-Day， 这是在战争当中所使用的一种军事术语哦。D 代表当日的意思。接下来的每一天呢，都是用 D 加几来表示。例如过世后的第一天就是 D 加1，而第3天呢就是 D 加3。从 D-Day 开始到 D 加10的这段时间内呢，伦敦桥行动都有进行非常缜密的规划。针对国葬的安排伦敦桥行动有明确的指引。在 D 加1当天的早上，政府就启动了与登基相关的程序，让查尔斯王储正式继位成为国王。而在 D 加2日时呢，政府则开始启动女王的移灵程序，将女王的灵柩从苏格兰运抵至伦敦。到了 D 加5日时，英国女王再次移灵到伦敦的西敏寺，在这座教堂当中会正式展开女王的追悼仪式。而往后的3天内，西敏寺一天开放23个小时，提供全国民众前往悼念。而另外一方面在 D-Day 到 D 加10的这段期间，也是英国全国的哀悼期，国会暂停议事，大型运动比赛、表演活动取消，旅游景点关闭，许多公司行号也暂停营业，电视台则开始播放女王的纪录片，与民众一同哀悼女王的离去。
同时政府也如火如荼的处理后续的事宜，像是修改国歌，将原本歌词当中的天佑女王的部分换成天佑国王。原本应有英国女王肖像啊，还有姓名的物品呢，像是这个硬币、纸钞、邮票、护照等等，也都要全部更新成新国王的照片跟名字。而皇室内部则开始进行继承顺位的调整，以及新爵位的册封等等的事宜。可以说，伦敦桥行动是一场牵动政府、商业界、运动界、金融界等等的巨型计划。而最后到了D+10日时呢，西敏寺举行了女王的国葬。随着女王被安葬在温莎堡的教堂当中，伦敦桥行动画下了句点，而女王的时代也就此正式落幕。根据英国的惯例在君王离世之后，不需要经过任何的仪式，王位就会直接传给继位者。因此，在女王过世不到24小时内，她的儿子查尔斯就已经被称呼为国王，开启了新国王的时代。不过，继承王位最具象征性的加冕典礼呢，则是要在国葬的几个月后才会举办。而之所以延后加冕典礼的时间，一方面是为了表达对已故君王的尊重，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典礼的筹备需要充足的时间。根据目前白金汉宫发布的消息查尔斯3世的加冕典礼可能会在明年的5月6日举行。那么这集到了这边，我们简单看完了伦敦桥行动内容以及后续的发展。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伦敦桥行动曝光之后，许多人才发现原来英国王室是有代号的。那么王室成员为什么要有代号？为什么不直接说女王过世了，而是要说伦敦桥倒塌呢？之所以会使用代号，主要是为了确保在传递女王死讯的过程当中，讯息不会提早外流，造成民众的恐慌。因此，等到所有需要知会的人士都收到消息之后，官方媒体才会正式公告女王离世的事实。其实，这种取代号的做法呢，最早在1952年英国女王的父亲乔治6世过世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了。由于当时的电话需要透过接线员来转接，为了避免接线员过早得知国王驾崩的消息，当时的政府官员呢就使用海德公园角来代表国王离世的消息，而这个方法也被一路沿用到了今天。那至于这些代号名称的由来，其实也是有象征意义的像是英国女王使用的伦敦桥是横跨泰晤士河最英国具代表性的一座桥梁，而乔治6世使用的海德公园角呢，则是伦敦的知名地标。那么最后我们来看看，除了英国女王乔治6世之外，其他的王室成员在过世时会有代号吗？其实只有部分王室成员的死讯会特别取代号，像是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在去年离世时呢，所使用的是福斯桥行动，而女王的母亲伊丽莎白王太后呢，在2002年离世的时候使用的是泰铁路桥行动。而至于现任国王查尔斯3世，目前大家只知道与他葬礼有关的代号呢，叫做梅奈桥行动，但对于内容细节并不太清楚。而除了王室成员之外，少数对于英国有重大贡献的人物也会有特殊的代号。最有名的就是2次世界大战时期担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爵士，他葬礼的代号呢叫做不希望发生行动。而顺带一提丘吉尔在1965年的葬礼呢，也是英国非王室成员当中最高规格的国葬。在女王离世之后的那几天呢，我们其实有特别的关注相关的新闻，只不过那时候看到新国王登基了，海外大使馆举办悼念活动，运动比赛全面取消，证交所关闭这些新闻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直到研究完了伦敦桥行动，我们才发现这些政治媒体界、运动界、金融界各自的应对反应背后，可能都牵涉到了密切的跨界合作，甚至在伦敦桥行动里面早就计划好了这些程序。就像是有报道指出，在伦敦桥行动的行动当中，每个步骤都是以分钟为单位来做规划的，这整个计划的细节程度真的是非常的惊人。而以最后大家看到的结果来说，女王的国葬算是圆满的完成了。英国各界呢也没有出什么动乱，或许就是因为有伦敦桥行动，过去60年间不断的规划跟调整，英国才能够以稳健的脚步度过这次的困难吧。好的，那这集就到这里对于英国王室，你有没有想要进一步了解的内容？想要听皇室内部不为人知的绯闻对于宫斗戏码呢，有点感兴趣。B 想要了解皇室的运作方式，皇室是怎么赚钱的？他们真的很有钱吗？C 想要听皇室成员的介绍，像是查尔斯国王凯特王妃的生平故事等等。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伦敦桥行动是什么。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英国女王以及戴安娜王妃的人生故事。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是没搞到，那我们就明晚再见喽。